1994年7月17日，加州玫瑰碗球场，意大利对巴西，互射12码，第5轮。Roberto Baggio 走向罚球点，他低着头，背着那条标志性的辫子，整个球场屏住呼吸。94000名观众，10亿个电视机前的眼睛都盯着这个人。球飞向天空，越过横梁，意大利出局了。Roberto Baggio 跪在草地上，双手捂脸。这是他职业生涯最黑暗的1秒钟。但如果那颗球进了，世界杯的历史或许就是另一个故事。那是1994年，世界杯史上最不可能的东道主，却办出了史上观看人数最多的一届赛事。当时的欧洲足球圈几乎没有人看好这件事。一个没有职业足球联赛的国家怎么办世界杯？一群对足球一无所知的球迷怎么理解这项运动最伟大的舞台？32年后，同样的问题没有人再问了。2026年，世界杯再一次回到北美，这一次是美国、加拿大、墨西哥3国联办，3个主办国，16个城市，从加拿大温哥华到墨西哥阿兹特克球场，跨越了整个大陆。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杯，48支球队，104场比赛。这不只是一场足球比赛的轮回，这是一段关于足球、关于美国、关于一个运动如何改变一座大陆的故事。FIFA 把1994年世界杯办理权交给美国的消息，在都灵宣布的那一刻，很多人以为自己听错了。美国，那个打美式足球的国家。那个时候的美国没有职业足球联赛，球场没有为足球专门设计，全国几乎找不到几个能说出越位规则的球迷。但 FIFA 算的是另一盘棋，美国的人口、媒体市场、消费力。如果足球能在这里生根，这将是这项运动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赌注。赛前所有人的预测都在开幕式后的第1周被推翻了。整个赛事平均入场人数68991人，打破了世界杯有史以来的入场纪录，而且直到今天，没有任何一届世界杯超越这个数字。球场里那些对足球一无所知的美国观众，带来了美式运动场的气氛，彩带、联彩、太阳和啤酒。他们不一定看得懂越位，但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欢呼，什么时候该沉默。足球沙漠一夜之间开了花。Diego Maradona 最后一次出现在世界杯的草地上，被药检击倒，不是被对手。那双眼睛对着镜头嘶吼的画面，成了整个时代的隐喻。哥伦比亚后卫 Andrés Escobar 对阵美国1役打入乌龙球，赛后回国被人开枪杀死。每一脚射门都有代价。巴西沉默了24年后，捧起了第4座世界杯。Roberto Baggio 那届打入5球，带着意大利一路杀入决赛，获颁全届赛事赢球奖。但这些没有人记得，大家记得的只有那颗飞走的球。这就是世界杯的残忍，它可以让你带着最完整的表现走进最深的遗憾。世界杯结束后，很多人以为那不过是重花一现。2年后，1996年，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正式开幕。最初的球队穿着夸张球衣，球场大半是美式足球场地，球员薪水比欧洲低3-4个等级。没有人确定那会撑多久。30年后，MLS 拥有30支球队，最高薪球员年薪超过2000万美元。洛杉矶 FC 的商业估值超过10亿美元。美国足球从一个没有联赛的国家，变成了全球投资最热门的足球市场之一。Lionel Messi 在职业生涯最后一个章节选择了迈阿密国际，那粒玫瑰湾草地上的足球种子长成了一棵树。Christian Pulisic 从宾州少年走到了 AC 米兰的先发名单。Tim Weah 带着 George Weah 肚子的身份登上了尤文图斯和美国国家队。Alphonso Davies 从难民营走向拜仁慕尼黑，成为世界顶级左后卫之一。美国、加拿大、墨西哥3个主办国
都带着比1994年更强的阵容踏上了自己的土地。但足球的历史从来不只是看主办国。1994年，24支球队，52场比赛；2026年，48支球队，104场比赛，整整2倍。亚洲从4.5席灿大到8.5席，非洲从5席灿大到9席。那些从未踏上世界杯草地的国家，第一次有了机会。Cristiano Ronaldo 39岁，2018年他戴着帽子戏法离开，2022年他坐在更衣室哭泣。葡萄牙被摩洛哥送回家，2026年是他第5次，也几乎可以确定是最后一次出现在世界杯的草地上。那个最讽刺的事实是，他拥有5座金球奖，却从未在世界杯举起任何一座奖杯。Lionel Messi 38岁，他在2022年卡达完成了那个故事的最后一章，捧起了大力神杯，哭倒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道上。2026年，若他出征，将是一个已经完整的人再次站上这个舞台。Kylian Mbappé 27岁 Real， 法国人的问题从来不是个人能力，而是一支球队能不能把他的才华转化成集体的胜利。2022年决赛，他单场打入3球，法国仍然输了。那个问题，2026年还没有答案。2024年，他转会皇家马德里，顶着全世界最多期待，带着一个问题：你能赢下最重要的那一场吗？1994年，挪威带着一批球员踏上了北美的土地，其中有一个22岁的年轻中场，来自挪威西部斯塔万格，叫 Alf Inge Haaland。他在那届世界杯的分组赛上场，对阵墨西哥，对阵意大利。挪威没有出现，但他踏上了这片草地。4年后，他随挪威征战法国，见证了挪威击败巴西的历史性夜晚。然后，2001年4月，曼联对曼城 ，Roy Keane 蓄意踩踏了他的膝盖 ，Alf Inge 倒在草地上 ，Roy Keane 转身走开。多年后 ，Keane 在自传里承认那是蓄意报复。Alf Inge 再也没有回到原来的状态。那个伤膝整个中场，后来留在英格兰。他看着自己的儿子在同一片土地长大，踢球、进球。足球是他一生最深的伤，也是他传给儿子最重要的礼物。他的儿子叫 Erling Haaland。挪威等待世界杯等了28年。1998年法国之后，连续缺席6届赛事。Erling Haaland 在曼城的2022到23球季打入英超36球，打破联赛单季进球纪录。那一年，他同时率领曼城拿下英超冠军、欧冠冠军、英格兰足总杯冠军，3冠王。他的数字不像人类，更像是程序。但在所有俱乐部荣耀的背后，有一件事他一直没有拿到。2026年，挪威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，Erling Haaland 站在北美的土地上。32年前，他父亲也站在这里。那不是命运的巧合，那是一个故事跨越了一个世代，在同样的大陆继续被书写。1994年世界杯走进北美的时候，没有人确定他会留下什么。有人怀疑，有人嘲笑，有人期待，最后留下的是一个联赛、一批球员，一个大陆开始认真对待这项运动的决定。2026年，当世界杯再次走进北美，这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。它不再需要被说服，不再需要被解释。北美的球迷知道什么是世界杯。这2届赛事之间的32年，不是空白，而是积累。轮回从来不是回到原点，而是回到同样的地方，带着不一样的眼睛。Roberto Baggio 那颗12码飞过横梁之后，降落在某个地方。那一届他打入5球，带着意大利走到最后，拿下全届赢球奖。但这些没有人记得，大家记得的只有那颗飞走的球。也许是 Erling Haaland 替他父亲完成那个在北美未尽的承诺。也许是 Cristiano Ronaldo 在第5次机会里终于举起那座他缺少的奖杯。
也许是一个我们现在还没听说名字的球员，在某个无人预料的夜晚，让整个世界停下来。这是世界杯的魔力，它不给你剧本，但它保证你记住它。2026年6月11日，世界杯开幕，地点墨西哥城阿兹特克球场，墨西哥对南非。这个球场1970年目睹了佩雷的加冕，1986年目睹了 Diego Maradona 上帝之手，以及同场那个带球从半场连过5人，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入球的进球。它成为史上唯一3度举办世界杯开幕式的球场。70年代的加冕，80年代的神话，2026年的开幕，这个球场天生就是历史的容器。北美准备好了，那颗球已经在空中。1994年那个夏天，在玫瑰碗目睹 Roberto Baggio 那颗12码的94000名观众里，有多少人在那之前从未看过一场足球比赛？有多少人在那之后成了足球的终身球迷？我们不知道，但我们知道的是，那颗飞过横梁的球改变了一些人。有人在那个夏天第一次踢了足球，有人第一次在意一场比赛的结果。那个夏天，这项运动在一个新的大陆打开了一扇窗。北美的孩子，有人穿着 Pulisic 的背号在草地奔跑，有人在深夜守在荧幕前看转播。32年后，那扇窗已经是一座门。2026年世界杯走进北美，走进不一样的北美。这一次不是赌注，是回家。接下来 Pitch 球场会继续跟你说这个世界杯的故事。下一集我们会聊 Cristiano Ronaldo， 那个拥有一切却偏偏少了这一样的人，他的第5次也是最后一次。如果你对这种足球故事有兴趣，订阅 Pitch 球场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世界杯快到了。